吼吼吼吼，开门见山，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已经运营了7年的老游戏《崩坏3》第2部的体验。遥想7年多以前，也就是16年啊，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当时是做过几个月的超市收银员，也做过几个月的客服，在成为全职 UP 主之前，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仙人啊。但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所以在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差不多是全程都在摸鱼。玩当时我手机里唯二的2款游戏《阴阳师》还有《崩坏3》啊，用自己的4星70爆的妖刀刷一魂，用自己的林克女武神给崩坏兽刮痧，真的好快乐呀！当时，然后摸鱼就被老板发现了，被炒鱿鱼了，2份工作都被炒鱿鱼了，所以我才一直当全职主播当到现在的。虽然因为摸鱼打游戏被裁掉了，但是当时这2个游戏给我带来的快乐，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青春回忆。所以在去年9月份看到《崩坏3》第2部的宣传片的时候，看到了第1部的老面孔们都已经独当一面， Kiana 甚至当上了我们第2部主角的教官的时候，看到大伟哥泪洒当场说出崩坏不倒，陪你到老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个人也是感慨万千。7年过去了，曾经意气风发的大伟哥也已经略显沧桑，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也已经掉了一大半头发，开始奔3了。但崩坏3第2部随着崩坏不倒陪你到老这句话一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境仿佛又回到了7年前对游戏呈现出无比热情的样子，这波情怀真的很香。不过呢，看到这里或许你会感到奇怪，为啥我要称《崩坏3》第2部为7年的老游戏呢？按理来说，一个游戏的第2部不都是全盘重做的续作，也就是说是一个纯纯的新游戏吗？然而非也啊，至少《崩坏3》第2部不是这样的。我近期玩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崩坏3》第2部并不是第1部的续作，而是在第1部的基础上全方位的迭代升级。在剧情方面，第2部完全延续了第1部的剧情，第1部里的老角色在第2部中都能见到，他们都已经长大，各种意义上的长大。世界观也是延续了第1部所有的世界观，所以经历了第1部的玩家能非常丝滑地过渡到第2部所有的剧情，在里面见到曾经各种各样的老面孔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以喜悦为主的五味杂陈了。现在先不展开说，视频的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剧情。而在战斗方面，第2部也延续了第1部所有的战斗机制，并且做到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包括跳跃、钩锁、星之环等新机制的加入，也让战斗有了更爽快丝滑的体验。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第1部里所有的角色以及第1部的包括深渊、记忆战场、往事乐土等玩法都得到了完全保留。可以说，崩坏3第2部是在完全保留第1部所有内容的基础上，纯添加新玩法和新角色，并且让第2部的新内容和第1部的老内容进行全面适配。这想想工作量就非常庞大，不知道米哈游崩坏3部门的那些老码农们，那么头发还好吗？不过由此也可见，米哈游对崩坏3确实是真爱，崩坏不倒陪你到老这句话呢也确实不假。这剧情方面也延续了，玩法也延续了，老角色也全部都在，所以我称呼《崩坏3》第2部为一款7年的老游戏，我觉得很合理。只不过这款老游戏呢，涅槃重生了而已。那涅槃重生之后，它到底好不好玩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好好测评体验一下。要说第2部和第1部的区别，最一目了然的就是第2部终于给角色安装上膝盖了。然而，你以为它只会1段跳吗？不，它可以2段跳。2段跳，这是一种怎样的 power？ 一起上吧，搭档。接着你，是吗？停止！展示2段跳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某个不会2段跳的大排档座椅的 BGM 呢？通过跳跃，我们可以打出非常多比第1部更华丽的操作。
比如赫利亚可以在空中实现华丽的双枪扫射，动作非常飒爽帅气。再比如说，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一段科拉利的无限砸地。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跳跃系统的最大赢家是希纳迪亚。小小的介绍一下，希纳迪亚身份和过去都充满谜团的一个火星女孩，是身为主角的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伙伴。官方是这么介绍希纳迪亚的：她是《崩坏3》第2部名副其实的核心角色，会在未来与寻梦者一道参与许多的事件。他看起来时尚潮流，充满活力，在团队里肯定少不了这样的一个开心果来做粘合剂。在一些重要的点上，也会拜托阿基老师在他身上加上特殊的伤疤。哈哈，我米哈游又要开始当团队小太阳啦，喜欢吗？目前我暂时不知道希娜以后会经历一些什么，但在体验中，希娜给我带来的青春活泼感以及她的动作设计，都让她成为了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她用一对发光的悠悠球作为武器，攻击的动作华丽的同时带着一些俏皮，给人感觉就是玩着玩着就把对面给玩死了。而刚刚我说的，她是这一次跳跃系统的最大赢家，也是名副其实。跳跃至空中的希娜可以做到近乎无限连，根本落不了地。除了空中连击以外，空中闪避、空中大招也是游刃有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会飞呢。我是火星人，会飞很正常吧？不是你们地球人都是库拉多吗？由于老米专门请的悠悠球大师参与了希娜的动作设计，所以这个角色的动作很华丽。除了战斗的动作以外，我们还可以让他把2个悠悠球放在脚下当滑板使用，待机动作也会用悠悠球跳绳。总而言之，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涉及到了我的性癖上，好可爱。不仅如此，希纳迪亚这一个角色还专门和奥迪双钻进行了一个联动，出了一个联动悠悠球，甚至还有崩坏3二创翻拍了童年回忆火力少年王的崩坏3版本火力少女王，大家也可以跳转去看一下，很有意思。总之，不管是从老米官方给他的牌面，还是从二创人气来看，希娜应该是崩坏3第2部的亲女儿，没跑了。除了希娜以外，另外2个新角色科拉利和赫利亚玩起来也是非常的爽快。克拉利的小小的身子里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大锤砸地，打击感拳拳到肉。特别是释放大招的时候，他乘着喷火的火箭锤一起撞飞怪物的那个场面，实在是爽爆了。而赫利亚则可以带来非常安逸的远程放风筝输出，技能和大招也是1秒1大片。3个角色一起上，一起空中接力，和第1部一样，哪里亮的点哪里就可以了，享受到最纯粹的动作游戏带来的爽感。除了加入跳跃系统以外，这一次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更新——星之环。开启星之环之后，我们可以叫出身为协同者的后台非战斗角色。我们扮演的主角寻梦者就是协同者之一，给场上的角色提供大量的 buff， 并且可以让场上的角色产生共鸣，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开无双。总之，开了星之环之后，瞬间感觉队伍的战斗力提升了10倍甚至9倍，面对怪物就像割草一样，可以说是在原来的战斗基础上加上了一个纯爽状态，弱化了第1部的重复度比较高的玩法，让玩家在一场战斗中能够体验到更丰富的战斗方式。而在版本直播上，官方还提到了星之环一共有12种分野，目前 7.3 版本只是展示了希纳迪亚的世界之星分野。世界之星简而言之就是可以在场上留下一个不灵不灵的叫做界域共鸣的标记，而这个标记产生共鸣之后，可以造成一些额外伤害和额外效果，同时世界之星分野的组队会获得额外的增益。除了世界之星以外，其他每一个分野都有一个对应的玩法特性概念。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个星之环体会到非常多的不同的星环爆发带来的激爽效果。而作为开启星之环辅助角色的协同者，目前 7.3 版本呢一共只有2个，到后面肯定会越来越多。协同者具体怎么搭配，或许要等游戏正式上线之后和大家一起慢慢的研究了。除了战斗部分，探索部分也是做了很大的迭代升级。
第二部主线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探索的箱庭世界，我们熟悉的开宝箱、解谜、关键 NPC 等元素应有尽有。跳跃系统的加入也让探索变得更加游刃有余。除了跳跃以外，还可以使用钩索体验到做友好邻居彼得帕克的感觉。新角色希纳迪亚可以把自己的悠悠球放在地上作为轮滑使用，让你快速跑图。总而言之，体验比起第一部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实机体验的《崩坏3》第二部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总结了。那说完了实机体验部分，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概括一下《崩坏3》第二部的游戏剧情是怎样的。刚刚我也说了，希纳迪亚是一个来自火星，游戏中称为洛星的女孩啊，而洛星就是第二部剧情发生的地方。话说在第一部，主角团们已经击败了中烟的4年之后，地球人开启了对洛星的探索计划，而赫利亚和科拉利这2位第二部的新角色，就是被地球这边选做了洛星探索的先驱宇航员。经过了 Kiana 教官的训练之后，准备踏上探索洛星的旅程。没有错，2个新角色一来就和老角色有了关联，他们都是 Kiana 教官的学生。且不止如此，赫利亚在第一部的时候就曾经作为普通士兵参加过崩坏的战役，并且是幽兰戴尔的小粉丝。克拉丽则是爱因斯坦的养女，一切的一切都和第一部的老角色有所关联，可以说这是一种传承吧。而希纳迪亚和扮演寻梦者的玩家则是洛星的原住民，是身为主角的我们的第一个伙伴，最重要的伙伴。官方还特意制作了一段主角寻梦者和希纳迪亚一起共舞的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局里局气啊，但是也非常的梦幻，非常的好看。由此也可以看出，希纳是和身为主角的我们羁绊最深的一个角色了。我劝米哈游在希纳身上下刀子的时候轻一点，你给我好自为之。故事的剧情大概就是2位洛星探索小队的队员来到洛星之后，遇到了2位原住民，一起在洛星上的各种冒险故事。旅途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各种第一部中的老角色悉数登场，这就可以让玩过第一部的老玩家可以当做续集来继续品味，而没有玩过第一部的新人也可以直接通过第二部了解第一部过去的各种甜蜜温馨的剧情啊。确实可以让玩家体会到一种情怀的延续，这或许就是《崩坏3》第二部霸榜 TapTap 预约榜的原因吧。被用心对待的一个 IP， 玩家自然也会去用心的回应。以上就是我近期对《崩坏3》第二部的体验所感，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个人也很期待这一款游戏后续的表现。视频的最后，给屏幕前的舰长送上大伟哥的这一句：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告诉12年前的大伟哥说，技术宅拯救世界真的很酷，不管有多艰难，一定不要害怕，往前走就可以了，因为前面都是舰长。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寻梦者？我记住了。